在中国的医学史上，有两个医学大家最让人们意难平。一个是魏晋时期王弼扫相的王弼王府嗣，他以一人之力扭转了周易从汉译的象数学向易理学的转变，打开了长达数千年的易理学门派的门户。这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才青年，年仅24岁就因病而亡，仿佛应了人们常说的红颜薄命，天妒英才。另一位让人意难平的医家是西汉元帝时期以经房易为代表的经房本人。经房易以阴阳灾易术见长，而经房本人也精于阴阳灾易的预测和占验，可以说他的水平已经达到了百占百验、炉火纯青的境界。但是这样一位懂占卜、能预测的大神，自己却落了一个因宦官实显赠言而被杀弃世的悲惨结局，以至于后世人们常以此讥笑和讽刺经房。既然你善于占卜，难道就没有给自己算一卦会有这样的下场吗？如果他曾经算到有此下场，怎么可能不会提前防患于未然呢？就好比你预测到前头有一个火坑，你肯定要绕开火坑啊，怎么就能落个掉到火坑里的结局呢？由此可见，经房它的阴阳灾易预测术也不过是骗人骗己的把戏。事实上，经房显然已经预测到了自己的死，但是他由于自己读书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而选择了一条道走到黑，最终落个不得善终的结局。我认为经房之死之所以让人们意难平，是因为他的死局是每一个学易的、学术数的、学算卦的、学风水、学星占择日的、学命理、学看相的人必须要破解的入门级的挑战。如果你能破解经房死局，你才可能在易理或者是术数的方面有所成就。从占卜应验的角度看，经房的水平可以说与《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不相上下。说他的技术水平是阴阳占卜界的天花板，一点都不过分。可以说，在经房之后的2000年之中，没有人能超过他。那么作为学艺的你自问，以你的资质和能力，比经房如何？能超过他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至少在当今之世，是没有人敢站出来吹牛的，是连吹牛都不敢哦。那么每一个学艺的人都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连经房都无法破解的死局，我能破解吗？我这一星半点的水平到底能给自己的人生带来多大的用处呢？是不是也可能遭遇经房的那种明知是火坑最终掉里头的死局呢？那么占卜对于学艺的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如果预先知道有火坑而无法避免，那还不如事先不知道，也省得自己白白的担惊害怕。何苦呢？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多好啊！是啊，人们之所以会意难平，就是曾经以为自己可以不这样，曾经以为我可以。当我们因占卜而被现实一次又一次的打脸，当无数个意难平充满心间，我们就会由衷的感叹：啊，善为易者不占呀！是呀，你的人生之所以是今天这个鸟样，
并不是仅仅因为某一件事没有做好做对，你今天的贫穷也可能并不是因为你的不努力、不勤奋。你之所以觉得人生失败，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所在的社会阶层要求如此呢？你的贫穷是不是从你的祖辈、父辈已经开始，而且还将自你往后而延续呢？这话听起来有点浓厚的宿命论、天命论感觉。但我说的本意绝非天命宿命，而是在于与每一位学艺者共勉。郭再来说的占卜决议应不违背常理，而正是这个常理，是无论多么高超的占术都无法颠覆、无法违背、无法战胜的。经房不能，诸葛亮不能，李淳风不能，袁天罡也不能。这也是无数个往圣先贤一再强调的学艺要修德、要学理的根本所在。所谓的洁净精微，不在于对未来的全知全见，而在于对人性的终极觉悟。因为纵然有神奇的占卜之术，能够看得见未来的天地山川草木虫鱼，但是绝对看不见人们内心的明暗清浊。往圣先贤们深刻明白，在内心里哪怕有一丁点不洁不净，在人性上哪怕有一丝一毫不精不微，都能让我们走进那个早已预见了的火坑，那个避无可避的死局。一如经房的遭遇。经房的死局，我之所以说是学艺者必须攻克的入门级挑战，而不是终极挑战，是因为什么呢？即便是2000年之后，我们站在现代人、局外人旁观者一目了然复盘历史的角度上，究竟能不能、有没有办法破解这个死局呢？真相可能让你震惊。我将通过一系列视频来回答，这个专题就叫破解经房死局。感兴趣的话，欢迎关注。